大家好，我是邱bình。前几天我们在贵州黔东南的大潭山当中看到了陈圆圆最后归隐地以及他安葬的地方。那作为秦淮八艳之首，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都说他是绝代佳人，但是他真正长什么样子，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通过影视剧去了解。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座大山，听说这里有一个陈圆圆的画像。就是在大概300年前，吴三桂和陈圆圆来这里休息过，来这里游玩过，从而留下了画像。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山上面看一看吴三桂和陈圆圆到底长什么样子。关于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陈圆圆小时候生活，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也算是非常悲惨的。从小父母就双亡，于是他只能投奔他的姨父，并且把本姓邢改姓了陈。在他姨父家里呢，生活也不太好，因为如果好的话，也就不会沦为风尘女子。不过呢，陈圆圆从小就长得非常漂亮，那么条件不好，就慢慢的就变成了风尘女子。大家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在古代那个时候，很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都会来这个地方游玩。那么陈圆圆就在这里表演。学习琴棋书画，后面呢名气越来越大，并且呢成为了秦淮八艳之首。天台山五龙寺，大家都知道，陈圆圆她在晚年为了保护吴三桂的后代，就为了躲避清朝的追捕，还去出家为尼。当然不是在这个地方，她是在黔东南的附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陈圆圆也算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人，他如果抛头露面的话，很容易被清朝政府所知道，所以说他就只能隐居在山林当中。后面是由于雍正皇帝继位，那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他们对于追捕吴三桂后代家族已经不那么上心，所以陈圆圆才能够回到那个他隐居的地方，最后在那里去世。而这个地方主要是由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他管理云南、贵州这边。当时刚好吴三桂的一个亲戚吧，好像是叔叔，在这个地方当和尚。那吴三桂就来看他，带着陈圆圆在这里生活了1-2天。现在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爬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在这个里面呢，还保存着吴三桂那个大刀。我看了一下，这个寺庙也非常独特，它也是一个屯堡式的结构，它其实就是军事、防御、居住一体的。大家猜一猜，寺庙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山顶上面，也算是易守难攻。它这边的建筑呢，可以这样说，都是一个军事作用一样的。这里还有城墙，这个就是明朝在贵州很多建筑的一个特色，就是屯堡形式的，既是居住人的，又是一个军事防御的。你看内城墙，那么当时这里相当于就是一个城堡了。它寺庙是始建于明朝万历时期，那么从朱元璋到万历时期，这里呢也是有当时那些明朝的人驻守的。看到没有，城墙出现了，在贵州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这个城墙完全是连接着山体而建，对面那里就是山，就不用弄了。它这个城墙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到现在已经400多年的历史。在明朝朱元璋来这边屯兵之前，这一块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当时土司势力非常强大。朱元璋派兵来贵州之后进行军屯那这一块呢就开始修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明朝万历时期修建的，那么在它之前也修建了，可能后面重新修缮。
在这个上面呢，还能清晰看到渡口和瞭望，它主要就是作为防守用的。里面呢就不一样了，它这一块有内城墙，还有外城墙，这上面还能走过去。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防御的，估计当时很多士兵啊都是站在这里。你看看到那个顶部啊，都是有人镇守的。这就是明朝在贵州当时的一大特色。我看看哪里有瞭望口没有，在这里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瞭望口了，里面宽外面窄，就在这里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刚刚也是从那里上来的，在那个顶部，当时可能也有人守卫，他能够看到四周的情况。一般这种军屯，它都是有几个角，就跟我们城墙东南西北一样，都有人看守。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敲锣打鼓，或者弄那个烽火一样的。我们刚刚是看到那一边，其实它是绕起来的，上面都是可以站着士兵。那里也有瞭望口，不过这里不好走，我们就不下去了。在这边又出现一个门，我怎么感觉这个才是内城门呢？刚才那个算是外面的，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寺庙里面看一看，因为毕竟主要是来看一下他那个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画像的。我们看看这个布局，四周都是绝壁啊。由于这里不能飞无人机，我们只能看看图片。它海拔1400米，总的面积1200米左右，是一个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自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悬崖绝壁，人文就是当时在这个上面修建了寺庙。在这个上面呢，建造了大大小小48间木质结构的房屋。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上面也是高低不平，完全是根据山体的形状来建造的，所以被现代建筑学家称之为山地石头建筑的绝唱。看看上面，全是用砖和石头弄平才能建房屋。因为贵州山多，又是喀斯特地貌，大部分人建房屋都是建在山上，那自然就要把它弄平，就诞生了一些吊脚楼，或者是用石头地基弄平。这里也是如此。这里以前好像也有一条路，不知道是什么，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孔在那里。好，到达了其中的一个平台。你看，贵州走到哪里都是大山，太多了，而且是阴雨绵绵的。看看外面的环境，估计从上面到下面有差不多100米的距离啊。继续往上面就能看到画像了，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城墙形式？也是这样通道过来，把那个门一关，就变成独立空间了。以前上面应该还有个亭子，现在也没有了。它这个房屋的整体建造全是用这些石头，这古代的人确实太厉害了，不一般呢。在一座这样大山上面建造这样的房屋，早这样的建筑就是一直爬楼梯，跟在武当山一样。那到了这边就是建筑的核心了。在这里碰到一名居士，他向我们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个寺庙的由来。寺庙始建于明朝朱元璋时期，当时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到天龙屯堡附近。某一天，沈万三的朋友来这里看他，那作为
在这里生活肯定要尽尽地主之谊，于是沈万三就带领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和尚，就来到这个天台山，最后看中这个地方，于是呢，就在这里简单修建了一座寺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时朱元璋派他儿子率领了很多部队来到这里，那么大家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屯兵，那肯定要相对来说有一些信仰，从而也建造了这样一座寺庙，这个是由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像下面这些石头，包括我们刚刚上来的那些外墙，全是当时在这边屯兵的士兵修建的。这个就是吴三桂的宝刀，在昆明那个金殿有他的大刀，这个应该是被称为宝剑了。在这里已经放了差不多300年了，很长啊。因为吴三桂是一个武将嘛。这个就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画像。当时他们2个来这里看望吴峰，就是他的叔叔的时候，这里借宿了几天，然后留下了画像，留下了吴三桂的宝刀。大家看一下这个陈圆圆的画像，像不像？是不是那个比较真实啊？这个画像不知道是什么时期的，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吴三桂感觉有点像，陈圆圆我感觉可能也有点像啊，是不是？姑且我们就把这个画像当作是吴三桂和陈圆圆。陈圆圆她从小的命运非常悲惨，中间呢过了一段比较舒适的生活，就是跟随吴三桂从北京到云南。吴三桂去世之后，陈圆圆呢过了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不过最后总体算是得到善终，安葬在贵州大山的马家寨。